绝对是钢铁侠变身最帅的一次。他只是轻轻敲了一下手腕上的小型助推器，下一秒就召唤出了钢铁手套。他抬手对准已经失控的冬兵，一发能量音波就轰了过去，把对方震得神志不清。为了不让巴基伤到周围的无辜路人，托尼二话不说就冲上去跟他缠斗在一起。可此时他身上连一套完整的战甲都没有，就算豁出全力也根本打不过巴基。寡姐和沙伦联手上去帮忙，照样拦不住已经杀疯了的冬兵。眼瞅着寡姐快被掐得喘不上气，特查拉及时出现救场，他一套连招暂时逼退了巴基，但没了黑豹战衣护体，最终还是被狠狠揍翻在地。巴基一个人杀到天台，正准备趁机跑路，关键时刻美队追了上来，为了拦住他，直接纵身一跃，徒手扒住了正在起飞的飞机，上演了人类身体极限的徒手拉飞机名场面。这身肌肉的力量属实太离谱了。巴基见状赶紧调转机头，结果飞机失控撞向建筑，差点把美队也带下去。这时巴基突然砸碎玻璃，一把死死掐住美队的脖子，两人就这样跟着失控的飞机一起坠进湖里。这一次美队从水里把巴基捞了上来，等巴基再次睁眼，已经被美队带到了另一个地方，机械臂也被狠狠压住。好在此时他已经恢复清醒，吐露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，原来他不是唯一的冬兵。早在1991年，巴基从霍华德斯塔克车上拿走那些血清之后，九头蛇就用血清制造了另外5个和他一样的冬日战士，全部被冷冻在西伯利亚等待苏醒。这些战士不仅精通30多种语言，行动干净利落，渗透暗杀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更麻烦的是，泽莫趁着巴基被控制的时候，已经从他嘴里撬出了其他战士的关押地点。一旦泽莫把这些冬兵全部唤醒，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内把一个国家夷为平地。美队打算立刻赶往那个基地，阻止灾难的发生，但人手不够。他原本想找托尼帮忙，共同化解这场隐患，猎鹰却认为托尼他们被协议绑着手脚，多半不会答应。这时猎鹰想到了一个人，就这样战力奇葩、玩法超多的蚁人登场了。另一边，因为巴基之前在总部失控，导致军方有不少人员无辜丧命，罗斯将军火冒三丈，下令抓捕美队。托尼费了好大劲才拦下军方的特种抓捕行动，并承诺自己会在36小时内亲自把美队等人带回来。可眼下最大的问题是能打的人手严重不够。正发愁的时候，托尼想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，他连夜飞到皇后区，出现在彼得帕克的家里，跟梅姨客套了几句之后，托尼把彼得拉进卧室，直接拆穿了他的小秘密。原来这段时间皇后区出了个义务打击犯罪的蜘蛛侠，彼得起初还想嘴硬不认，直到托尼把他的蜘蛛战衣抖了出来。You're the Spiderling, crime-fighting spider. You're Spider-Boy? Spider-Man. Not in that onesie, you're not. 队伍很快集结完毕，特查拉为了亲手抓住巴基，加入了托尼的阵营。美队则让鹰眼去救被幻视官禁闭的旺达，但是遭到了幻视的阻止。好在鹰眼提前布好了机关把幻视困住，但幻视还是硬生生突破了防线。关键时刻，旺达主动出手，用魔法直接把幻视轰进了地下18层。而美队在沙伦卡特的帮助下拿回了被政府扣押的装备。随后，鹰眼带着旺达跟美队会合，顺便把蚁人也带了过来。蚁人激动地跟美队握手，追星成功的模样藏都藏不住。美队穿好战衣，正准备乘直升机前往九头蛇实验基地。托尼和战争机器罗德杀到，要抓美队和巴基。美队解释泽莫才是幕后黑手，现在必须停战去阻止他释放另外5名冬兵。托尼根本不信，说只要交出巴基，这事还有转圜的余地。双方僵持不下，只能用拳头说话。托尼直接把小蜘蛛呼叫出场。这也是蜘蛛侠第一次在复仇者联盟的行动中正式亮相。托尼唯一没料到的是，蜘蛛侠话超多，一出场就叨叨个不停。Big fan, Spider-Man. Yeah, we'll talk about it later. 鹰眼帮美队挣脱了蛛丝，蚁人趁机把盾牌抢了回来。复联最高潮的英雄内战正式开打，黑豹和罗德一起对上美队。黑豹的震惊战甲战斗力极强，连美队的盾牌都被挠出了爪痕。蚁人负责对付寡姐，开口就说自己不想跟女性动手，结果直接被寡姐击中要害。蚁人立刻缩小身形，反过来把寡姐甩飞出去。蜘蛛侠负责拦住猎鹰和巴基，他飞身一脚踹翻猎鹰，巴基冲上来出拳，也被他轻松接住。You have a metal arm?That is awesome, dude! 猎鹰想靠飞行器发动攻击，装备直接被蜘蛛侠拆坏，随后被2发蛛丝捆在栏杆上，动弹不得。初出茅庐的小蜘蛛一个人轻松压制猎鹰和巴基2人，表现确实亮眼，很难不让人圈粉。另一边，托尼正用导弹拦截猎鹰和旺达，旺达直接用魔法掀起几辆汽车砸中托尼，让他一时陷入被动。蚁人看到美队被2人围攻，立刻朝罗德等人射出放大飞镖，美队也跟着甩出车辆配合攻击。美队想带大家尽快撤离，幻视从天而降拦住去路。到这里，12位超级英雄全部到场，第2轮6对6全面开战。We fight. 黑豹一心要找巴基单挑，2人出手都没留余地，而鹰眼和寡姐在战斗中互相试探。正当寡姐准备对鹰眼下狠手时，旺达及时出手挡住。
you're pulling your punches. 蜘蛛侠嘴上说自己是美队的铁粉，下手可一点没心软。他再次想用蛛丝捆住美队，但美队经验老道，哪有那么容易让晚辈制服？蚁人藏在鹰眼的箭头上。他悄悄钻进托尼战甲内部，一通乱拆。托尼的智能系统只能启动应急程序，才把蚁人赶出来。落地后的蚁人还不停手，他跳到罗德身上，调整自己战役的参数。要不是小蜘蛛及时冲过来出手拦住，罗德这次真的要倒血霉。蚁人反手拆下一片机翼，朝托尼砸去。还差点一脚踩死黑豹，没办法，在场所有人只能先联手对付这个突然变大的小巨人。蜘蛛侠和罗德打出组合技，蚁人抄起一辆货车就往地面猛砸，小蜘蛛趁机在他身上疯狂缠蛛丝，再加上两位钢铁侠合力猛攻，不讲武德的蚁人终于被放倒。美队和冬兵趁乱逃进机库，寡姐早就在那里等着了。他耐心劝了几句后，直接一炮轰倒追过来的黑豹，临阵反水放走了美队和冬兵。托尼和罗德赶紧去追美队的飞机，猎鹰跟在后面掩护，朝罗德连轰好几发炮弹。罗德连忙呼叫幻视支援，幻视射出一发激光炮，猎鹰侧身躲开，结果这发激光正好击中罗德，罗德从高空飞速坠落，托尼立刻掉头去救，但最终还是狠狠摔在地面上。猎鹰赶过来道歉，托尼一炮把他击倒。事后检查，罗德虽然保住了命，但下半身彻底瘫痪。经此一役，复仇者联盟彻底瓦解，美队一伙人全成了通缉犯。托尼正准备去罗斯将军的秘密基地，却收到了袭击事件的调查报告。原来那个所谓心理医生泽莫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盘手，之前的爆炸袭击是他戴着巴基的面具干的，心理医生也是他假冒的，真正的心理医生早就被他杀了。托尼这才明白，美队之前说的那些全是真话。托尼来地下牢房探望被关押的超级英雄，从猎鹰嘴里问出了美队去的目的地，决定赶过去帮他。此时，美队和巴基已经摸到了九头蛇实验基地，正小心翼翼往里走。很快，托尼也穿着战甲赶到，美队还以为他是来抓人的。托尼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，这才让美队放下戒备。三人进入秘密实验室，找到了那5名冬兵战士的实验舱，却发现他们早被人干掉了。这时，藏在一旁的泽莫终于现身，他的目的就是把这3个人同时引到这里。原来，在复联2的索科维亚大战中，泽莫的家人全死于奥创之手，他把所有仇恨都堆在了复联头上。他知道自己打不过，就千方百计要让复联从内部瓦解。随后，他播放了一段录像，画面来自托尼父母遇害的那一天。当年巴基在被九头蛇控制之后，执行的正是暗杀霍华德夫妇的任务。托尼看着录像里残忍到窒息的画面，再也压不住心里的怒火。他质问美队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，美队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看着自己最信任的战友这么多年一直瞒着自己，托尼彻底崩溃，上去就给了美队一拳。泽莫见目的达成，默默离开了现场。怒火攻心的托尼当场和巴基美队大打出手，彻底撕破脸皮。